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稀土战争。最近有一个跟稀土有关的消息，可能会彻底改变全球科技产业的格局。你知道吗？稀土是制造电动车、风力发电，甚至你手上的手机、军事设备都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。过去，中国一直牢牢掌握这张王牌，几乎垄断了全球供应。但事情正在发生转变。在深入分析之前，让我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稀土。稀土其实是17种化学元素的统称，包括氮、氦、钕、镝等等。尽管名为稀土，这些元素在地壳中并不算特别稀少，也许在你家后院的土壤里就存在稀土，但问题是它们很少以高浓度形式存在，提取和分离过程极其复杂。那稀土有多重要呢？它们可以说是现代高科技产业的维生素。你的智慧型手机、电动车马达和电池、风力发电机、军事雷达、导弹系统等，就连 MRI 医疗设备都需要稀土。可以说，没有稀土，现代科技文明就会停摆。再来看一个很不寻常的数据，中国在今年8月突然大幅增加对欧盟的稀土出口，数量甚至是出口美国的5倍。根据中国海关9月20日公布的数据，8月输往欧盟的稀土产品出货量环比成长21%，达到2582吨。相比之下，对美出口仅590吨，甚至环比下降5%。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中共在紧急应对一个危机。欧洲正加速建立自己的稀土供应链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中国今年一度收紧稀土出口，导致欧洲在4到7月期间出现供应短缺，企业被迫停工多达7次，这也让欧洲下定决心，不再把命脉交在中国手里。中国拥有世界约37%的稀土储量，特别是重稀土元素，中国占全球加工的99%，这基本上是绝对垄断。但更关键的是，中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战略性投资稀土产业，建立了从开采、冶炼、分离到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。而与此同时，1990年代以后，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环保考量，逐步关闭了本土的稀土设施。说白了，就是把这些高污染的脏活转移给了中国，自己则享受廉价稀土带来的科技红利。这就形成了一个讽刺的现象：欧美用中国的脏稀土制造清洁能源设备，然后宣称自己在推动绿色转型。现在欧洲的行动非常积极，法国和日本合作，在里昂建立大型稀土回收工厂，双方政府投资超过1亿欧元。这座工厂预计每年能回收800吨磁铁，产出620吨稀土氧化物，约占全球产量的15%。更厉害的是，加拿大企业在爱沙尼亚盖了欧洲第一座稀土磁铁工厂，已经开始投产。这座工厂初期年产2000吨磁铁，最终规划年产量达5000吨，可以供应超过100万辆电动车或1000座海上风机的需求。德国的大公司像博世、舍弗勒也已经抢先签下长期采购协议。内欧公司的执行长苏莱曼直言，目前欧洲90%以上的磁铁依赖中国，未来10年需求将翻倍，必须提前布局。可以说，欧洲已经在打造属于自己的稀土保险。同一时间，美国和澳洲也没有闲着。澳洲莱纳斯公司已经成功在马来西亚进行重稀土商业化分离，这是全球首次由非中企在中国以外地区做到这一点。美国更直接，与莱纳斯签署2.58亿美元合约，要在德州建设新的精炼厂。还有美国新创公司泽里昂已经在俄亥俄启动试生产，并获得美国国防部4亿美元投资。美国甚至设下价格底线，确保美国稀土价格不会低于中国产品的2倍，这等于是用补贴来抵消中国的低价竞争。中国面对这种情况，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从7月开始，中国就加速对欧盟出口稀土，试图用价格优势和大量供应来维持控制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8月对欧盟出口激增的原因。中国的策略很明显，用低价来打压欧洲新兴企业，让他们在还没壮大之前就死在摇篮里。但问题是，这个策略可能已经太晚了。
欧洲企业在经历了供应短缺的痛苦之后，对于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价格考量。这里我想谈一个很少人讨论但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环境成本。稀土开采和提炼对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，每生产1吨稀土就会产生200立方公尺的酸性废水，含有重金属、氟、砷等有毒物质。中国为了全球稀土供应，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。内蒙古的白云鄂博、江西的稀土矿区都成了环境灾区，土壤污染、水源污染、放射性污染，当地居民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。而西方国家一方面享受廉价稀土带来的科技红利，一方面又批评中国的环保问题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伪善。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趋势，不管是欧洲、美国还是澳洲，都在加速去中国化。这场稀土战争已经不只是贸易问题，而是全球产业链甚至地缘政治的大洗牌。中国虽然试图用低价和大量出口来维持控制，但看起来这张稀土王牌的威力正在一步步减弱。为什么？因为各国已经意识到，把关键材料的供应完全依赖一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，特别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，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。短期内，中国仍然会维持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，因为建立完整的替代供应链需要时间和巨额投资。但长期来看，全球稀土供应链的多元化已经不可逆转。欧美澳等国正在投入大量资源，发展自己的稀土产业。这种转变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。挑战是失去了稀土这张地缘政治王牌，机会是可以摆脱低价竞争，转向高附加值的稀土应用产业。对全球来说，稀土供应链的多元化虽然成本更高，但能提高供应安全，也能推动技术创新和环保标准的提升。最终，谁能掌握稳定又安全的稀土供应，谁就能在未来的科技和能源竞赛中抢得先机。稀土战争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这个话题涉及科技、环保、地缘政治等多个层面，非常值得持续关注。你认为稀土供应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吗？欢迎留言讨论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。我们下次见。